大家好今天来讲讲易诺德。易诺德是我之前一直想做的一家厂商的 VPS 评测。以前的话风控会比较严，而且也没掌握技巧。最近的话，通过群里的小伙伴指点，我这边已经成功的注册了他家的账号，并且白嫖了$100的体验金。可以去开 VPS 去使用建站包括视频都是可以拿他家的机器来做。关于性能和参数呢，我会在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点一下，就可以来到注册页面注册页面你可以拿邮箱、GitHub、谷歌账号3种渠道来注册。注册要点呢，我是用国内的网络，而且我用的是手机，然后我用的是163的邮箱，我用的是国内的电话卡我之前办的一张广电的卡，然后我用它来做接码是没有问题的国内的实体信用卡我依然用我注册甲骨文云的那一个 Visa 招行的全币种信用卡来注册的，填写的是国内的信息，当然这个信息呢不会那么准确，有模有样，然后姓名的话我用的是真实的姓名。那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方式email 的这个方式来注册。那他家呢在国内是可以正常的访问的。这家易诺德呢之前被阿卡曼也是一个 CDN 厂商然后收购了，易诺德是在这个阿卡曼旗下的，强强联手合并了。这个 CDN 厂商其实也是蛮有名的，当然它是做的比较大的企业级的跟我们个人用的 Cloudflare 呢不太一样，它的一个策略都是不同的。好了，你的邮箱建议大家去使用国内比较大的邮箱163QQ还有139这些。你像我这边主要是跟大家演示，所以我随便找了一个我的域名的。那我们直接下一步让你回去把那个邮件验证一下做一个重定向跳转我们收到一封类似于这样的邮件，然后我们点击跳转，然后拿一个手机号来验证一下。我们现在这样的就是 OK 的。它支持几种支付方式绑定方式建议大家都使用这个信用卡的方式来绑定，而且是用实体信用卡，是外币信用卡。那这边呢是卡号、有效期、数字的安全码，然后下面呢这个是你的姓名，这个应该是你的区，然后你的地址，我写的都是中文。然后我的名字呢写的是英文，国家大家选择中国，这些都是中国里的城市。OK， 这边选择北京，这个呢是邮编，全部填写完成，拉到最底下把这个勾上，然后点击 Next 就可以了，就可以绑定成功。绑定成功还会给你封邮件，然后你再重定向一下，我们这个账号就创建好了。刚开始是没有这个实例的，大家通过这个上面的，然后创建一个实例。那创建实例呢需要你的账户内是有资金的，那我们刚注册的是没有资金的，我们来怎么操作呢？左边的侧边栏这边有一个账户大家点击一下，然后我这边傻乎乎的还充了25，这个糗事就不说了，有一个促销码你可以添加一下我这边已经添加过了100，在你没添加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添加按钮，大家留意一下就行了。添加码从哪儿来呢？我们回到博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生成优惠码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在任意一台 VPS 不是这家的 VPS， 其他任意一台 VPS 上运行一下就能获取。好，我们找一台谷歌云的VPS， 你右键进来，然后回车，生成的这个优惠码就是你可以填写进去的，非常神奇。我也是通过群里小伙伴告知才知道这个技能是这样的玩的沉浸式的体验，让你自己生成优惠码。好了，有了资金以后呢，大家就可以点击这个创建创建第一个 VPS。然后他家的机器呢也是按小时来算的，是每小时付费就是即开即用的这种情况。那很多老外呢就会拿这一类的 VPS 来做演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选系统，它这边的系统种类还是比较多的，目前最流行的Debian12，然后选择区域，它的区域还是比较有限，目前就这几种。对于移动来讲呢，无脑选择新加坡新加坡体验是非常好，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东京呢电信会好一点，当然它这个 IP 呢需要你开机删机，然后去测，有的时候还拼不通，一旦能拼通的话体验还是可以的如果大家求稳的话，可以选择美国的
VPS， 就是3网都比较均衡。我这边的话，因为我们有$100的话，你可以去开这些机器，一个月也就$35，2+4的这种方案。对于国外的 VPS 来讲呢 ，CPU 还是很值钱的，就是 CPU 卡的比较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共享的$5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资费。那我们现在白嫖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开，这边把密码输入一下，它这边输入密码会很卡，不知道为什么。好，其他都不需要动了，那我们直接开机就可以了啊，其他都不要选，我们点右下角的这个开机，它开机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边呢会显示你的公网 IP 地址，这个是 IPv4 的，这个是 IPv6 的。OK， 这边绿色了以后，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去ping这个 IP 去连你的 SSH， 有的时候它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然后我们 CMD， 你看起初呢，它这个 IP 是ping不通的，如果长期ping不通的话，删机重建3个点，然后删掉它，需要把这个输入一下。好，我们点击确认。好，这样的就已经删掉了。删掉的话，我们回到这边来啊，我们再创建一个。那这个 IP 是非常好的了，这边延迟还是比较正常的。好，这样的就已经快速的连接上了。在我博客里头搜索脚本。好，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测试脚本合集。那我们看一下 ChatGPT 它是否解锁。OK， 它是 IPv4、IPv6 都是解锁的。我们看一下它流媒体解锁怎么样。好，我们这边选择东南亚。OK， 这就是它的解锁状态。解锁其实很一般啊。好，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3网回程。我们看一下啊，它从新加坡出来以后去了美国，然后再回到了北京。当然从美国呢再就不绕了，然后就直接到达国内了。所以电信和联通的小伙伴，你们选择其他区域会更好啊。这边是北京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是从新加坡直接到北京的，然后这边呢是从新加坡直接到上海的。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些机器它的一个配置啊，中等偏下的水平，在我们这个天梯图上，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属于怎么样？属于跟 Do 差不多一个级别的单核 CPU 性能，这对我们建站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上行呢，就是它传出来的速度，就是我们的下载速度。反向理解一下，这个对于服务器来讲啊，它的一个上行和下行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新加坡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单核就能跑满我家的带宽，因为我是200兆的带宽，所以大家也仅供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建站的话，对于某一个线路比较友好，其实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建议大家就选择那种3网比较均衡的，什么网络访问你的网站都会差不多，最好是选这种，而不是选择这种专项的啊。$100大家可以白嫖2个月。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